洛克人 X6 完全是我的童年噩梦，只有礼拜六跟礼拜天被规定我可以玩30分钟，结果我印象整整花了1个月还2个月才全破杰若跟艾克斯，真的超谢谢盖特这台压缩机哦。我小时候每周都很期待这宝贵的30分钟能够玩到新关卡，但是每次开机都是这台压缩机，8关只剩这关打不过，干！搞到后来每次玩洛克人 X6 就好像在拿电蚊拍电自己的手，知道很难玩，但是必须玩它，因为它是最新的洛克人游戏耶！恶魔城月下、带狼3、越南大战1，其他游戏时速差不多的几乎都破过了。当时选择很少，我都习惯玩到破关才换片。X6 发售，当时我才8、9岁左右，在2001年11月底，从 X4 叫哥哥帮我跳火车 ，X5 怎么破的，我已经失忆了。X6 突然把人当畜生在操，被懒叫压缩机压加一边就一群废物，画面关灯。亚空间还有跳不过去的问题，强迫你带对的晶片或是装甲才过得去。第一次玩根本不知道，现在重玩一遍，跟之前玩过好几百遍，我还是认为完成度比 X5 还要高。等级机制完整，没有诡异的评分。关卡里面还有分表里关卡，等于一关有2关。当时我还记得都用亚空间去称呼它。还有 X6 最大重头戏，128位等你来救的废物，有些身上还带晶片来擒了你。正常根本不知道谁身上有带晶片，只能每个都瞎救。大部分是很好救没错，但是偏偏有一些就是要拿命去换，然后报告结算跟你说，这只没带东西，而且动作太慢，水母会现场表演 NTR 给你看。真的是现场表演，只要人质被拉出画面外，大概率都是安全的。小时候还没感觉，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想到下期。如果被控制的人刚好身上持有晶片，那就会永远失去晶片，没有办法补救，搞到耐玩度跟时长比以往多1倍，折磨度也多1倍。所以 X6 对我来说就是破过一遍，没事不会再拿出来再玩一遍的那一种。但是为了拍片又只好拿回来再玩一次。我很喜欢它光碟封面的意境，艾克斯是很清楚的实体，杰若要用反光才看得到淡淡的图案，然后光碟下面跟你说即将复活的猎人跟专属晶片，这个跟元祖6 X 博士一样神秘啊。不过当时宣传卖点都知道杰若会复活，所以 X6 最让人期待的还是学长回归。来欣赏一下开头剧情跟音乐。音乐跟 X5 一样屌，就是当时很吸睛、很流行的风格。现在看也不会太古板，会想看完。不过开头故事我认真怀疑编剧被非正规化了。X5 的好结局是3年后 ，X6 却缩短成3个礼拜。好结局是唯一能合理衔接 X6 的剧情。杰若没有暴走，艾克斯继承光刀，时间却搭不上。虽然坏结局时间点比较接近，只过了1个礼拜，但是艾克斯完全没有杰若的记忆，也没有继承光刀，所以搭不上 X6 的故事线。这个离谱的时间线失误始终没有官方解释。总而言之，正式改成 X5 到 X6， 这时间只过了短短3个礼拜。炸毁殖民地的碎片对地球表面造成毁灭性的灾难，人类与思考型机器人大幅减少。X5 的事件在此告一段落。X6 的事件起点发生于盖特在这片荒地捡到不明碎片，并以开外挂的速度，短短1个礼拜开发出梦魇病毒，整个人着魔似的陷入疯狂研究快乐，作为本作事件的起因。还在梦中跟基友约会的艾克斯被最潮的女人叫起来执勤，接着开始续关。整个剧情过场明显比 X5 多一点经费，尤其多了语音，这感受真的有差。续关刚开始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想法，就是被音乐吓到了，超级史诗，不知道在史诗什么，而且有悲壮感，感觉在表达只剩艾克斯一个人守护这片土地的孤寂感。背景也是一片死寂的荒漠，很基本的新手关，最重要的就是教你怎么用刀，正常砍硬直超级久，熟了都会补一个冲刺去取消硬直再砍一次。另外 X6 还有一个最棒的德政，就是那个很吵的女人，她的存在缩小成一个惊叹号了。我是从来没接过她的电话，谁要听废话。修复版猎鹰装甲超级大弱化，没有持久飞行，大绝还在，还是有2倍防御这种很基本的好处。集气炮烂到极致。X5 跟 X6 猎鹰装甲最大的差距就是 X5 的集气炮有贯通效果，而且有多段伤害，这个对体积大的敌人等于一炮有好几下伤害。X6 是一碰到任何东西，集气炮立刻消灭，所以伤害只有很干净的一下。
这个在最高难度有助于血压飙升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我不见，什么新招哦？最后来到续关 BOSS。其实这里偷偷演了 X6 的核心设定，梦魇核心对大型机器人进行 DNA 的控制，使它产生幻觉，成为敌人。这个跟以往的非正规化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产生幻觉，城市被操控；非正规化是思考彻底变成危害行为。DNA 刚好是4个月前上市的作品，从 X2 吸魂者开始导入的设定，跟 X5、X6 的实质制作人是同一人，大小袁宏志。所以我会认为是换了制作人之后 ，DNA 是他非常想加入的新设定。当时盗船进2正在忙《鬼武者2代》，从上市时间去推敲的人事异动大概是这样子。挑战最高难度，全程不会掉补血，我又习惯用冲的，我差点被2口千年老坛给淹没。一般打法就是用刀砍那颗球，趁无敌时间走到另一边再砍一次，这样不断循环。X6 还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改变，就是这个很吵的爆炸声，很真实，很悦耳。最后学长出来剪尾刀卖关子。再来第2连战 BOSS， 名为 High Max 海马克斯。追寻梦魇杰若追到这边，刚好巧遇艾克斯，判断他有威胁性，双方打一架。当初这只超迷因的，被打到跌倒都会骂一声靠，然后聊天室就要刷一波靠。以前下课都会跟同学学他靠来靠去，后来高中开始流行 Facebook， 他就变成 X6 最迷因的 BOSS， 发波就要在聊天室刷一波 Facebook。 不过我认为 X6 难得把反派塑造的非常非常强。X1 霸法是锁血， X6 是压倒性全程无敌，连正常打的打法也非常特殊。设定上不知道有多强，但是要有排列 X 系列难打的 BOSS， X6 倒数几关 BOSS 绝对都能上榜，除了西格玛。然后出现对方的智囊艾索克，我都叫他滚筒博斯，真的很像对吧？直接尬广说最近出现的梦魇现象都是杰若死去的亡灵造成的。这些人突然讲出这种怪力乱神的话，蛮好笑的。他们化身为民除害的一方，派遣8名思考型机器人调查可疑地区，为了彻底消灭梦魇现象，然后号召大家加入他们的行列。艾克斯听了超不爽，一直在说他们乱讲话，但艾莉亚也无法反驳。确实刚刚出现紫色的梦魇杰若，也许他们说的是事实，还需要调查清楚。8大地区都有电波干扰，只能派人亲自去调查。学长挂了，这个死缺自然就落到艾克斯的头上。开始攻略8大关卡。X6 没有8大 BOSS， 只有8大关卡，我认真的。为了庆祝学长回归，先救学长回家。我都选兵器开发所这关，最好救学长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救急装甲，绝对不是因为什么懒才偷打密码。好啦，其实当时是因为已经打完一轮最高难度的艾克斯，才偷偷用这个救急装甲。这颗流传3代历史的电浆炮真的很强，最高难度可以直接消灭水母，面积又很大，比起猎鹰装甲那细小的那一根真的差很多。黄金冲刺还是一样猛，不过这代没有正常方法取得救急装甲，只能从破关得到密码，再去标题画面输入。黑杰若也是一样，所以破关一定会得到密码，这边就不多做叙述去介绍密码。打完中 BOSS 一定进得去亚空间，镜头就会找到假学长，打假学长一定就要听这个叫声。超悦耳，他的招式就是 X5 宿命对决的异色版，黑色幻梦铃、手炮、敲地板，全部招式套路化，用猎鹰换血硬打也打得赢。狂杰洛刀让他。接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学长突然好端端的出现，跟大家说他没事。艾克斯到处找不到他的反应跟零件，学长说他只是躲起来而已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修好，听起来很唬烂，怎么想都是大人的原因。但艾克斯一样能被莱德修好，那搞不好威利博士真的躲在暗中目视一切，偷偷把杰洛修好，其实好像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我小时候一直误解成是紫色的杰洛被进化成红色的，想起来这理由更瞎。终于到了欢乐转盘时间，不过这次要完成 X6 最经典的条件，解救全人质，而且最高难度。反正大家都喜欢看人被搞嘛，那我也很喜欢看。如果学长有特殊表现的机会，再请他出来串场，来看看第一关转到谁。不要凤凰拜托，不是吧？哦，还好，还行。压缩机登场画面比 X5 好一点。
欢迎来到全 X6 最著名的观光景点压缩机，一压就死，非常好懂。玩过都知道要把机械拿去顶压缩机，然后就会开始很得意那台压缩机哪里没辙。结果压缩机后面还有压缩机，没有机器人帮顶，哇塞！然后就很像上班快迟到，每个红绿灯都是黄灯，就很想冲，你知道吗？一冲就干，然后把车停好，还会有三宝帮你 A 出格子。整路压缩机还只有这个中继点，而且重点现在挑战最高难度，多一个我很出乎意料的大麻烦。打掉水母要2发集气炮，普通难度1发，这个差很多。等于每次遇到水母，几乎都要先缴过路费，因为它多一招先手率很高的瞬间移动跟贴脸攻击。压缩机又是一堆你拿它没办法的地形，根本就是一只超营养蚊子，快飞到旁边才找得到它的踪迹。最高难度还不会掉补血，所以整路压缩机变成耐久战，尽可能不要扣血，还要慢攻出细活。最后这边放这姿势在靠背哦，跟我说一次 X6 压缩机真好玩。过了第2台压缩机，恭喜还有第3台，真的操你妈！设置更刁钻，没有中继点。这游戏最鸡巴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在你以为没事的时候，突然表演 NTR 给你看。干不要！整关直接重打，干够不够变态？这就是 X6 压缩机，真的超好玩。最高难度爱心故意塞只要你跟他换，普通难度是空的。我小时候花了1-2个礼拜跟这台压缩机相处，一点都不夸张，而且是普通难度。X6 8大里面最难的关卡当之无愧。金属鲨鱼正在收集有用的 DNA， 艾克斯其实也不太清楚是不是他在暗中搞鬼，双方就直接开打。所以他的招式看得到 X1 到 X3 的8大之一 ，X1 变色龙 ，X2 电磁蜈蚣 ，X3 爆破黄蜂。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 X6 的每一只 BOSS， 因为几乎每一只都弱到不可思议，压缩机都比他强100倍。下一关无限水藻。有一位 YouTuber 说这关开头音乐跟巨人登场的方式很像赌神。感谢特别嘉宾库玛桑牺牲演出，听他讲才真的注意到，真的蛮像的。这关精彩的地方在亚空间，等到后面讲特别难救的人质再来讲这边。正常路线就是一路前进的单行道，用节流刀甩掉2颗核心，背景巨人爆掉就准备打王。关卡非常短，也没什么场景推进跟故事感。顺带一提，怕水特务，我想说这样放看起来比较炫。靠！无限水藻强度唯一称得上是8大，被认为是最难打的。它被打到一下都会多一个体力非常高的分身，然后制造满画面的泡泡尾行你。如果没有快速消灭泡泡的手段，几乎只能跟它换血，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。下一关火凤凰。开头来一个血条长到跟 X5 一样的甜甜圈，如果没有闪光霸、金属鲨鱼特务这种可以瞬杀他的手段，就要来回超多遍才打得死。关卡到中也是卡到不行，如果过关顺序没有特别规划，那现场就会像这样凭空出现铁块。另一种状况是飞在旁边的蜻蜓，正常出完根本不知道什么顺序最好，这种看得到的还好，看不到真的是在靠背被断招啊！不过有个小确幸，可以拿来搭电梯。这个铁块电梯可以提早拿胶囊，如果没有金属鲨鱼特务，这个铁块变成无解的路障，然后为了拿东西又要来一遍，真的超白痴。而且这关超混，打完一个甜甜圈，还有第2个甜甜圈，打法一模一样，然后3个、4个、5个，他们是不是买了一盒 Mr. Donut 边吃边做关卡？一样的中 BOSS 居然要打5次。这关内容真的就这样，90%都在跟他耗。如果你有朋友看他不爽，刚好问你 X6 怎么破，直接回他第一关选火凤凰，这关最简单。火凤凰就这样，跟X4蘑菇关中 BOSS 一样的格调，甜甜圈才是这关的 BOSS， 火凤凰只是小兵啊。下一关最强的蜻蜓指挥官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全部 X6 里面我最喜欢这一关，背景有玛雅古文明遗迹，加上很迷幻的紫色，以及稍有魔性的音乐，这些巧妙的搭配在一起，成为 X6 少数长度刚好、路线畅通的好关卡。可惜之前先过完兵器开发所，导致画面变黑，我重打一遍画面干净的给你们看。这只螳螂我一定要特别挑出来讲，难度最高要3发集气炮，学长嘞2发。对，2发，现在连叶小钗都改用枪了，也是因为这代的多段伤害设计确实有点问题，导致像雷射盾、忍者装甲这种对没有无敌时间的敌人都是强到很夸张。这里用学长过关，意外是个大难关。螳螂的再生速度太快了，是普通难度的2倍，再加上远到不行的回力镖，全程没有补血，你会感受到原本 X6 已经够鸡歪的难点，或是普通难度根本没有问题的路段，突然在最高难度出现新难点。我很推荐吃饱太闲的老手挑战看看。X6 最高难度远高于 X5 的困难。开始走进洞穴，路上有刺，如果这边已经有远水斩，通常都会发现无敌 bug。学长在无敌期间中断掉远水斩的动作，就会导致无敌一直留在身上，这是最实用也最容易发现的 bug。再走出洞穴，准备打最强的八大，最强八大。我永远都记得我小时候第一关打这里，满心期待终于要打到第一个八大，结果烂到连路边螳螂都比他强，我整个失落到不行，还不止一只。把他的蜻蜓打回去还有伤害跟惨叫声，那个惨叫真的很像是声优真的被打才录到的珍贵语音，超凄惨，感觉是故意做的这么烂。不过他的特务却是最实用的。下一关暴雨铁龟。最后一个 X6 的凡人三宝：压缩机、甜甜圈、酸雨。这关在玩酸雨持续扣血，找出这些小东西，然后破坏掉，就能解除控制酸雨机器的防护罩。然后开始下一区的捉迷藏之前，都会给个装置补满血，所以酸雨算三宝里面最轻微的。但是再加上关灯，整关就在靠背。如果要把变黑的梦魇现象换掉，就要去雷射研究所再出来。当景波庙的变黑才被另一个梦魇现象盖掉，变成幻影。梦魇现象有一套很复杂的规则，打完八大再解释它的原理跟设定是这么一回事。小时候我对这个棒棒夹夹乐超没办法，被夹到爆掉好几次，现在不成问题。我对这关之后有非常烦的印象，东西藏的超级之稀烂，几乎所有东西都藏在次区后面，我都靠放火的无敌时间闯过去。要直接跟次区赌也是可以，可是它宽度窄到根本给小人国在走了，设计超级不合理。拿胶囊都靠蝙蝠的无敌硬拿，完全不会想再来这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。暴雨铁龟也是难得强度具有 BOSS 级的格调，称得上八大。打掉龟壳上的2颗绿宝石才能开始造成伤害。高难度的速度变很快，攻击几乎没什么死角。可惜射完飞弹会突然失智，发呆时间超长，随便打随便赢。玩很熟的都会开盾这样打，学长开盾能造成2次判定。不过我不喜欢这样打，难得重玩一遍，我会想慢慢享受跟他正常打的过程，用自己炮肤浅我也爽。下一关盾牌蚌壳。正常路线最短的一关，一直敲板子让雷射射到门口，反而通往亚空间的路非常长，打超长一串雷射，有时候中继一点还不会转头，要故意过去诱导才射过来。胶囊藏在左边墙壁里，还有隐形地板。干你娘嘞！盾牌蚌壳超硬，离开蚌壳之前都无敌的，所以攻击破绽很小。开盾之后就可以跟乌贼当拜把兄弟，一直贴过来提裆，而且伤害高到夸张，被卡车撞到一样。突然觉得 X 系列的海鲜类都很凶残，鱼雷章鱼强 ，X3 闪电鲶鱼八大最强 ，X5 金鱼最无耻，还有流氓乌贼。盾牌蚌壳又是 X6 里面最痛的，可惜有贫血问题。下一关暴雪银狼。
刚才说为什么 X6 这么多无中生有的东西，譬如眼前这堆冰块，其实正常高像超魔界村这样有个雪崩塌下来，才会觉得画面上合理，对不对？这次我仔细看过对话跟设定，才知道每一关登场的梦魇水母其实都在散播梦魇病毒，它们会造成思考型机器人产生幻觉。这点其实在通过续关的滚筒博士有提到，但是他讲的非常不清楚，我直接略过了。病毒也能控制机械运作，例如续关的机器人，懒觉压缩机也是梦魇病毒搞的鬼，所以这堆无中生有的冰块就是幻觉，被幻觉打到还是会痛，跟周星驰的特异功能一样厉害。所以X6才一堆无中生有的东西出来搞人，像凤凰关的铁块、景波庙的幻影跟关灯，这些是因为去完不同关卡感染到梦魇病毒产生的幻觉，然后他们有一套非常复杂的规则。像现在北极看得到幻影，这是因为去了雷射研究所感染到的病毒，导致景波庙跟北极看得到幻影。但是进去凤凰关再出来，北极就会飘火球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北极飘火球比口湖王还唬烂。只要影响地区的重叠到，就会盖掉上个梦魇现象。那像我最讨厌关灯，那我就要跑一趟雷射研究所，让幻影影响景波庙跟北极，这样就会盖掉景波庙的关灯。这些复杂的关系上网查最快，游戏没有清楚提示，所以八大关卡红去的意思就是告诉你，你刚刚进去的关卡梦魇现象会对这两个地区产生改变，其他依旧还在。梦魇现象是完全无法消灭的东西，这个提示真的超不清楚，我现在才搞懂。所以要去槟榔关的隐藏空间救人质，就要特地跑一趟凤凰关去打开墙壁。然后我一直很好奇，这里到底有没有无伤正功法？刚好有匿名观众之前清理家里，他送我 X6 的攻略本，卡普空居然有授权，厉害了！里面写说，虽然此处冰块可用金属特务破坏，但就算破坏它，还是会一直出现。这区域最容易的通过方式，就只能靠无敌时间冲过去，超好笑！原来攻略本会放弃治疗，跟我一样，从下面钻缝过去是可以，但是帧数要超级完美。我用原水斩无敌 bug， 不要紧张。另外这本蛮有趣的地方是，他们很坚持用特务去打八大，蛮好笑的。这是一本非常尽忠职守的攻略本，低空悬坠斩。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被要求强迫用特务，然后说 X5 是有问题的作品，其他都是蛮标准的内容，没有什么太好笑或是值得吐槽的。然后跳冰块这边真的是隔了非常非常久，难得出现让我觉得很有创意又有印象的。之前都在补坑原主系列的时候才称赞这种创意。克系列是系统越来越丰富，关卡新意比较少一点，所以这段我觉得非常有趣。然后暴雪银狼就是一只乖狗狗，你看它只是想玩个抛接球游戏，它多无辜啊，然后就死掉了，偶尔还是会跑来跑去。GBA 的 Zero 4槟榔动作跟它很像，但强度就是天差地远。下一关大地分金龟，超级单调的关卡，触碰图腾的影像就会进入随机地图，一路爆砍爆射打掉镜头的装置，图腾就会现形，慢慢推进关卡，就这样重复44次，最后打完。胶囊跟亚空间都是随机出现，这超靠北的。普通难度的水母分布是这样，来看最高难度。多到靠北，满画面都是。什么？水母不够多吗？那就来个更多的水母。粪金龟很强啊，强到你看起来真的觉得它很强，那它就是很强。抱歉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来水时间。不过最高难度有点特别，会出现紫色跟金色的无敌大便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推大便还因为大小颗有不一样的语音。感觉要推到快暴毙了。学长最强特务终于来了，悬坠斩，上加攻击能使出惊天动地的一击，强到爆掉，任何人都会不小心使出来的近段招式，一出手必定出人命。打完八大，盖特打来视讯通话，说着老套的对话跟我家住哪。地球已经满目疮痍，现在是利用梦魇病毒创造出只有思考型机器人理想国度的最佳时机。欢迎两位英雄来我家算账。这边蛮用心的，杰洛跟艾克斯两边台词意思差不多，但是个别有不一样的画面。
盖特之所以会抱持这种扭曲的梦想，是因为各种怀才不遇跟最倒霉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。典型的强制悲剧角，这些故事碎片被分散在各个角落。这边直接做个总整理。这代八大除了粪金龟以外，全部都是凯特制造。后来大多在执行工作岗位上发生意外事故，或是被同行设局陷害，导致全部被废弃处决。后来凯特利用 DNA 将他们再次复活，为他效命。其中最有故事的是暴雪银狼，被写在关卡结算的报告里。某次暴雪银狼带领的小队遭到非正规品的攻击，只剩他活下来，击败非正规品。最后被一群不爽凯特的研究员们抹黑，说是暴雪银狼策划的。后来不知情的艾莉亚执行处决工作才知道真相，她始终对这件事感到抱歉。然后我很疑惑的是，为什么每次结算都是这颗榔头，而不是每个八大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有一段剧情要非常刻意才能触发，打完八大之前或是 High Max 之前，要收集满3000个梦魇之魂，就是破坏水母掉出来的蓝色球要吃满3000。打完八大也有一颗绿色的200。更神奇的还有红色版本，一颗100，要跟很烂的八大耗到超过90秒才有红色版本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他们打谁打到超过90秒？蜻蜓指挥官吗？但是提前打倒 High Max 就无法触发剧情，所以只能打完7只拿1400，剩下的1600要自己赚。一颗篮球是8，收集满3000就会看到艾莉亚头发放下来的奖励，不是关于梦魇病毒跟艾莉亚的剧情补完。他发现梦魇病毒是人工制造的，病毒会改写 DNA 才导致这场灾难。这个某人是谁？他想到的就只有地狱倒霉鬼盖特。他们2人曾经是同事，凯特有天才般的头脑，但不听长官命令；艾莉亚是乖乖听长官话的类型。现在我们都长大出社会了，自然就知道谁在职场上吃香，谁被霸凌到死。盖特被各种不平等对待，才导致今天这副模样。艾莉亚从熟悉的程式改写，直接推定是盖特做的，也因为是改写，梦魇病毒确定是可以根治的，问题程度远低于无法辨明的西格玛病毒。剧情大纲是这样子。我后来才注意到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，我们已经知道盖特被霸凌到死，可以进入秘密研究所的这段剧情，盖特有特别针对杰洛说，明明你旁边那一位非正规猎人身上就有一堆未解之谜，而且还很危险，为什么他就不用被处决？2个人完全无视盖特的指责，结束对话。他又被霸凌了，好可怜哦。另外在8大之前可以去亚空间打 High Max， 打败他就能提早去盖特研究所，跟艾克斯5一样。High Max 非常强，艾克斯打他要先用集气炮定住他，再用任何特务才能制造伤害。过去 X 系列从来没有过如此复杂的打法，他给我的童年印象就是非常强的，不论是设定上还是游戏上都毫无疑问的强大。也因为做太强，如果杰洛没有龙眼斩或元水斩，或是艾克斯的特务数量根本不够打死他，只会造成只能死出去的死局。就没用的人质还会加台让你死更多次，他们一定是对面派来的间谍。这个问题让我小时候对 X6 蛮反感的，包括拿东西发生过太多次的死局，印象很深刻。艾克斯打败他没有太特别的剧情，只看到滚筒博士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带着 High Max 跑走了。学长这边又玩一下伏笔，滚筒博士用手摸学长，产生无法动弹却同时具有保护功能的神奇防护罩，直到他们离开才自动解除，相当神奇。所以滚筒博士大概又跟威利博士有关，跟 X12萨加斯差不多意思，搞不好都只是代替用的机器人，故意不说清楚。然后大家都知道打倒 High Max， 然后去亚空间可以无限打加纳，就可以无限赚经验值，一场最多赚到600。加纳在这代登场完全没有剧情上的意义，对话尽是一些废话。这代胶囊都放在显而易见的地方，就不详细说每个怎么拿了。莱德跟艾克斯完全没剧情，倒是跟学长有一段小奸情。直觉问他艾克斯是不是他救的，不是装傻过去。那学长又在问了，那你知道关于把我救出来的人的事情吗？博士又懵了，你的构造我无法解析。结束这回合，毫无进展的交谈。一般先拿到剑刃装甲才拿到忍者装甲。剑刃装甲以前同学有一堆叫法，剑神、神剑、圣剑、巨剑，听起来都很强。忍者就是忍者跟影子，有些装甲部位被放在亚空间里面，所以要跑2趟。好死不死，压缩机就是其中一关。刚好介绍一下很难用的剑刃装甲，可以在空中停住，决定要冲哪边。除了拿东西以外，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用途。有攻击判定没错，但是正常不会去依赖这个手段。
机器按住上会出蓝光刀，只有尾段的蓝光伤害特别高，绿色本体伤害就跟原本差不多。至于机器炮，我就真的很难评价了，感觉伤害比猎鹰装甲低很多，整体很微妙的装甲。有人说好用，我是觉得难用，它不像忍者铠甲这么无脑到爆炸。做亚空间这条路的人很幽默，弄到超级长，路上都空的，一路用冲的刚好来得及。最高难度就跟你补一只水母，真的是在靠背。干你娘嘞！有了。哈，我们弄这么叽歪的路，你还真的走过来了哦。那我们再弄一个死人洞，你跳过去就可以拿到胶囊了哦，加油！做这条路的人真的是有病。我第一次玩就选到这条，根本跳不过去，好吗？不好意思，选错就要重玩一遍压缩机再走下路，够不够智障？现在游戏出很久了，已经有一堆人找出不正常的过法。以前是要装跳高跟快冲过去，拿到胶囊，恭喜还有亚空间。进去亚空间，你猜是什么？又是压缩机。X6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玩压缩机，除非放下对世俗间的留念，直接去破关，那可以少玩好几趟压缩机。而且我忘记这边还暗藏个玄机，还是三小。整条路就是强迫你开机器人，之后故意弄一条超长的，很像是要来压大便，结果是防止玩家没开机器人过关的强制杀。其实不用机器人也可以，要特地用机器人去破坏压缩机的时间差。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人质，这个人质真的他妈超有阴影，还好一次过，不然整关重打。你看聊天是有多少人差点被弄成非正规化，这种压缩机他妈就是欠人家拆啊，爽！可惜旧版限定，合集版拆不掉。剩下还有3位难救到出名的人质，他们飘在兵器开发所的角落。正常第一次玩根本不知道这边躲3个人质，然后如果是直接掉下来，中间那个会直接下落不明。这摆法根本超恶意，人质跟水母叠在一起，根本串通好了。然后重跑一遍，你就会按住上，怕漏抓绳子，就会发生这件事。靠北！王八3兄弟还只有左边有带东西出门，真的是在哭。所以边救人这边靠背有多麻烦，应该是很多人对 X6 的共同回忆，跟当兵一样，完成过一次就不会想再做第2次，实在太痛苦了。收集越多梦魇之魂可以装更多晶片，不过有 bug 可以装超过上限。同时按取消跟确定，合集版会很明显听到音效重叠的很大声 ，PS 版听不出来，所以要随便去一个关卡看有没有装好。8大关卡跟收集要素都讲完，折磨远大于好玩。剩下的盖特研究所没什么好介绍，从刚开始就要用很奇怪的方式进去，这是天珠玩太多吗 ？X6 最擅长的就只有满满的堆怪，又冰又火的幻觉，冰火五重天，最后打梦母。个人觉得没有做很好的 BOSS， 不算难，但是要打出5伤，保证是最难的一只。它绕圈圈的移动方向没有预兆，完全靠猜的，攻击面积也是大到乱七八糟的，跟弹幕没两样。5伤要很熟以外，还有一点运气。怕金属特务，打完之后还有一小段剧情。艾克斯继续追，没什么特别。学长这边有趣多了，盖特拿着学长的 DNA 跟他炫耀，哦，你的细胞那你这样你要碎啦，我够好用诶，超奇怪的，而且还不是人体细胞那种大小，而是大到跟主机板一样大的 DNA， 这个画面超级好笑，超诡异的。第2关上半也是满满堆怪，还 Max 学会金钟罩，破坏太多次金钟罩，会进入另一种更难打的攻击阶段。如果把他的波打掉，会变成4小块会追踪的，我觉得很难打，完全不推荐这样做。还有下半场，艾克斯跟学长会进入不同关卡，难度天差地远。艾克斯只有一个中人检定考，人凯没有空冲跟特务，全靠体术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啊靠呗！靠北！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摸到了！亲戚，我的旗在哪里？亲戚！学长这关超级有病，又是压缩机，
你们有看到学长在哪吗？学长他妈被字幕挡住啦！压缩机压到只能一直踢墙苟活，然后小怪就来弄一下，干这感受真的超差，整关就这样循环，妈超变态。最后打盖特，所有 X 系列里面我认为最有特色的 BOSS 没有之一，全身无敌，这个让我小时候超绝望，不知道怎么打。结果幸好攻击他的球刚好先碰到他，才碰到我，才知道怎么打。每种颜色的球都有不同功能，红球是最麻烦的，让游戏超累格。蓝球把人吸过去，紫球召唤水母，黄球射子弹，绿球追踪人。半血之后会破坏地板，干超无耻。所以盖特什么时候最强？只要他不发球的时候，他就是最强的。可惜他也是发球了，打死他的时候一定都要学他一下。手的，你要给你们看一下合集版的简单模式，在这边动了什么手脚，直接无敌。超级社恐人西格玛躲在暗处，远远吐一口痰，逼掉盖特。盖特叫声超凄厉的，我印象我当时很疑惑，怎么西格玛声音听起来怪怪的，好像随时会岔起来。杰洛临走前又玩一下伏笔，失去意识的滚筒博士突然有声音。艾索克跟威利博士的声优一样是青野武，老样子玩梗。其实过了盖特这关已经跟破关没两样，最后一关简单到不像最后一关，不过还是要老样子来一下欢乐特务时间。好像不是很欢乐，除了那个悬坠斩，大家笑得最开心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哦，靠！看这种麦提9号，看也太难救。这7伤拳哦，真的，他怕冰特务，然后我用不了。阿麦呢？绿色那个在8大关卡可以抓，这边有 bug 抓不了，怎么有效？完全不知道这代特务相克有什么意义。最后西格玛之战偷懒到不行，连对话头贴都懒得帮他画一个新的，超可怜。一个从 X1 到 X6 的最终大 boss， 连个基本的尊重都不给，还抄袭隔壁棚的老德，没有完全复活，力量大减，公认历代最弱西格玛。唯一有威胁力的只有这招千年老弹，速度非常快，伤害也高，还有气功波可以打回去。变身周的老西也是烂得可怜，多段伤害完全没有无敌时间，忍者铠甲出个1、2刀他就要上西天了。学长也是随便挥几刀帮他剔牙就要爆了，叫出来的绿色小怪还掉补血，根本内奸。2种嘴炮，有一种可以完美诱导，另一种比较难躲。2发之间的空档几乎没有时间差，要跳得很完美。当时为了要拿第3结局，我用完全没有爱心跟1冠的艾克斯再打一次，黄金冲刺在这里战反很难用，意外陷入苦战，还好还是过了。最后有3种结局，艾克斯破关，学长归队，就是人人好的和平大结局，继续守护和平。道格拉斯尝试维修盖特。如果是学长没有归队的结局，学长会在角落偷听他们的对话，安心的把世界和平交给学弟守护，他要忙他的。艾克斯感受到学长像躲在附近，但学长没有出来打招呼，变成错过的爱情。学长说还有私事要做，至于是什么私事就没说清楚了。下一个就是讨论度最高的杰洛结局，他突然拜托迷之科学家去除某样东西，没说清楚是什么，我自己猜是机器人破坏城市，但迷之科学家没有信心能彻底解除，反而比较担心如果这期间又有事件发生该怎么办。
学长说还有比他更能干的非正规猎人，交给他看是没问题。他自己还活在世界上才是最可怕的，搞不好就这样沉睡，世界还比较和平，并设定在102年后的8月15日左右醒来。杰洛就这样陷入沉睡。有人说 X5 的坏结局比较适合接到 Zero 系列，毕竟当时是道传金二写的剧本，但我还是比较支持 X6 的杰洛结局去衔接。总之两种结局去衔接都会有一点误差，但我们这种粉丝我觉得自己爽就好。官方没有明确说是哪个结局，接下来就要 X6 塑身挑战，希望不要成为第二个失败的挑战。不过这期间还有一些影片工作要完成，还请大家耐心等待。X 系列原本预定是今年年底前要讲完，但是频道经营走向不得不往增加影响力还有工商规划才能走得长久。原本的观众群也很重要，但三者都要兼顾，所以我还是会偶尔推开一些工商，空出时间做你们喜欢看的影片。能这样做也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跟抱歉。所以生活上如果稍有不顺或是大事发生，这些平衡就会随之瓦解跟失衡，时间上不太允许我长时间的松懈。最近生活也面临很大的挫折，有点任性的消极一阵子，导致影片很久没有更新，希望大家见谅。总之觉得影片好看又喜欢的话，继续看就好了。非常感谢每一位或是重复观看的观众，这篇因为个人因素工时整整拉长了1倍左右，再次抱歉。也感谢各位观看，我是 TG 讲游戏，希望你能在这边找到喜欢的影片，或是帮助你买到你喜欢的游戏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再会。